灯头接错线后是非常危险的。你来看中间这个位置，这个螺丝所对应的就是这个接线柱，这个呢应该接火线，另外一个接零线。零线这个接线柱对应的位置就是这一圈。如果把它接成火线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在更换灯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触摸到它以后呢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找一个78053三极管，在它的一角上面输入一个6到36伏的直流电，三角上面就会输出一个5伏的电，中间是公共负极。就这样把它连接好了以后，就可以给手机来充电了。电磁炉不通电，首先检查这个保险管，如果它没有问题，电源线也没有问题，那么像这种情况都是负电源坏了。重点检查的时候要检查这个大的4环电阻，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保险丝的作用，它叫做过流保护电阻。如果它坏了以后呢，也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，一般它坏了以后才会把这个过流保护电阻给它烧坏。如果它坏了以后啊，电磁炉上面的指示灯就会没有任何反应，不通电。北京的新郎离开家的那一刻，我知道现实生活有太多特别的特，假如你看到了我，也不要太过礼貌。接电线的时候没有通鼻子，怎么接得更牢固呢？我们可以把这线头拨得稍微长一些，然后呢把它放在螺丝刀上面，给它缠一下，做一个圈出来，到最后呢缠上电工胶带就可以了。汽车放久了，长时间不开，电瓶就会亏电。如果经常亏电，会影响电瓶的使用寿命，严重了会使电瓶报废。如果打着车原地怠速充电，不仅浪费油，发动机内汽油燃烧不充分，还容易产生积碳，而且排气管里面的三元催化也容易堵。以后别再这样充电了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也都在使用这个全自动智能修复充电器。夹上这2个夹子，充电器上就会显示你的电瓶还有多少电，插上电源就可以快速充电。屏幕上显示温度、充电电流，还有充进去了多少电，一目了然。它还有一个一键修复功能，比如闲置时间长的电瓶、充不进电的电瓶，都有特别好的激活修复效果，让你的电瓶焕然一新。所有汽车、摩托车12伏电瓶都可以用，有车必备。电饭锅坏了，剩下这个线不要扔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头给它剪下来，还有大用处。里面有3条不同颜色的线，平时家里的插排或者是电机上面的电源线坏了，我们就可以用它。黄绿这条线是地线，我们把它接在最左侧；红色的线是火线，把它接在中间；黑色的线是零线，接在最右侧。把毛丝管的路极焊接在小灯泡的尾端，然后把12伏电源的正极接在小灯泡的另一端，12伏电源的负极接毛丝管的原极，用手指给山极加正向电压，毛丝管导通，灯泡点亮。给山极放电，毛丝管截止，灯泡熄灭。这就是毛丝管的开关作用。电饭锅做不熟饭，做的饭是半生不熟的。这个毛病呢分为2个原因。第一个呢就看一下这个锅胆内部这个底儿，你看变得非常的不平整，凹凸不平的，这是第一种原因。第二种原因呢就是看一下这个锅底儿这个里面的发热盘，你仔细看上面这个面也是严重变形了，非常的不平整。只要呢把这2个都给它解决了以后，就可以修好它。所有的干电池它的电压都是1.5伏的，因为是这个材质的原因，它的电压不可能高于1.5伏。那么同样的是干电池，这节电池为什么它就是9伏呢？我们把它给拆开看一下就明白了。其实这个里面呢也是6节电池串联在一起的，它的每节电池就是1.5伏，串联在一起就成9伏了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再也不用下床开关灯了，我们只需要把灯泡拧在它上面，然后把它再拧到家里的灯头上面，这样呢说话就可以控制开关灯了。开灯，关灯，轻轻说话就可以了，非常灵敏。家里的电饭锅或者电水壶通电正常，就是不加热。那么怎么判断这个发热盘的好坏呢？我们可以把温表调到200欧的电阻档，然后呢分别测量它这2个角，如果没有任何阻值，是开路的状态，就说明这个发热盘就是个坏的。电饭锅上面的电源线，很多人应该都遇到过怎么拔都把它拔不下来。你看这个呢，把这个座都带出来了，而且呢这个线也没有把它给拔下来。像这个毛病都是说明这条电源线质量太差了，然后呢它和这个插座之间虚接发热，然后呢把它2个都粘连在一起了。像这种问题呢，只能就把这电源线和这插座一块都给它换掉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为啥现在插排都是这种3角梅花 U 型螺丝了？
想拆开维修太不方便了，还好发现了这套带异形劈头的螺丝刀，家里的异形螺丝全靠它，还是带棘轮装置的，拧螺丝不用来回倒手，家里备一套，用的时候是真方便。电磁炉通电正常，就是不加热。如果这两个大的电容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么就把这几个大电阻给它换了以后呢，80%都可以修好它。制作了一个最简单的12伏电瓶充电器，需要用到一个13.5伏的变压器，再需要一个整流桥。先把变压器的两个角接在整流桥中间的两个角上面，然后整流桥缺角的这个位置接一条红色的线，是它的正极输出，蓝色的这条线是它的负极输出。红色夹子接电瓶正极，黑色夹子接电瓶负极，这样呢就可以给电瓶来应急充电了。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两个小东西，它们叫做保险丝，也叫做温度保险，通常使用在电风扇的电机里面。你看，这是一个130度的，当电机的温度超过130度以后呢，它就会熔断，从而起到一个保护线圈的作用。有很多新手朋友分不清电感和变压器的区别，把这个东西都当做成是变压器了，其实呢它就是一个电感。电感的种类有很多种外观呢有的是和变压器长得非常的相似的，你看这个小东西也是个电感，其实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一个变压器。更换电容的时候，主要呢就是看这两个参数，第一个就是它的耐压值，这两个呢都是450伏的耐压值，不能低于它。第二个呢就是容量，这是一个270微发，这是120微发的，这个容量呢也不能低于原来的。开关上的1和0代表什么意思呢？0就是代表关闭，1呢就代表是打开，也可以这样理解。0呢就说明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它是没有电。1呢就说明它是一个导线，它是有的，就说明它是打开的状态。电视机不通电，指示灯也不亮，先检查一下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有没有300伏。如果没有300伏，就说明是这些元件有坏的，给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。如果它上面有300伏，就说明是这个变压器的旁边这个二极管坏了，把这个二极管给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。这是一个智能语音开关，以后开关灯就不需要用手了，轻轻说话就可以了，非常灵敏，而且安装的时候也非常简单。我们只需要把灯上这条线把它接在这条棕色的线上面，然后把灯接在这条白色的线上面，打开灯，关闭灯，只需要轻轻说话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这个薄薄的小蓝片也是一个电阻，14D 代表它的直径是14毫米，47147是有效数值，1呢是0，就是它的耐压值是470伏，K 呢就说明它的误差是正负10%。说话就可以控制开关灯，我们只需要把灯泡拧在它上面，然后把它再拧到灯口上面，这样的说话就可以来控制了。开灯，关灯，轻轻说话就可以了，非常灵敏。微波炉按键失灵，或者是有的一些按键可以用，有的一些不可以用，像这种问题呢，都是说明这个上面的按键坏了。像这种薄膜按键其实坏的是比较多的，它坏了以后呢，我们只需要找个同样型号的给它换上就可以修好它。破壁机通电正常，电机可以转，但是呢就是不加热。像这个毛病一般都是杯底部的2个温度保险坏了。我们来检查一下，看一下哪个温度保险不导通了，就说明哪个坏了，给它换掉以后呢就可以修好它。高压电容怎么用温表测量好坏？在测量之前，首先呢先给电容放下电，放完电以后呢测量的时候，先把温表调到20兆多单位。测量它分为3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先来测量它2根线和外壳有没有漏电，看一下阻值。如果像这种无穷大的，就说明它不漏电。第二步呢，测量的时候就是测量一下2个角上面的阻值，一般是在10兆欧。测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，所以先让它稳定一下。如果它的阻值偏大或者偏小，就说明这个电容它就是坏的。然后呢，再来测量它的容量，1.044微发，这是一个1微发的电容，它的误差正负3%，说明这个电容它就是个好的。LED 灯坏了不亮了，一般都是上面的小灯珠烧坏了。仔细看小灯珠中间有个小黑点，只要是这样的小灯珠就说明是它坏了。再来看这边这个暖光的，中间也有个小黑点，发现这样的小黑点的灯珠把它拆下来，短接起来就可以修好。只需要一个小电子元件就可以制作一个
触摸控制电路。这是一个12伏的 LED 灯，给它接上12伏的直流电。触摸红色的是开灯，黑色的是关灯，开关开关。电水壶烧开水以后啊，这个开关它不跳，或者是跳了以后呢，它还不停的一直在加热。像这个问题呢，都是说明上面这个开关坏了，我们呢只需要给它换一个这样的开关就可以修好它。怎么判断温控开关的好坏？这是一个长臂形的，我们首先先抓住上面的一个引脚，然后呢用测电笔来测，如果上面的指示灯亮，说明它是导通的，它就是个好的；如果不导通，就说明它是个坏的。没有手机充电头，或者是充电头坏了，怎么给手机充电呢？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把这头可以插在家里的电热盒上面的 USB 接口上面，这样呢也可以正常给手机来充电。电热锅不通电，或者是水烧不开就断电了，断断续续的加热，像这种问题啊，都是这个东西坏了。这个东西呢叫做防干烧温控器。电炒锅开关坏了，千万不要扔，换个开关就行。打开后盖，拔掉开关上的3个插头，取出坏掉的开关。给大家推荐这种触点好铜角厚的开关，把新的放进去，再把线插上，这样修不仅省钱还省锅。注意看，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出门在外，如果忘记带打火机，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，尤其是热爱户外野餐的人群。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怎么解决。我们先是把盒子内的锡箔纸拽出，然后撕下来一窄条，这个宽度一定不要太宽，然后在纸条的中间位置分别撕成一节一节的，保持成藕断丝连的状态，一定不要手快撕的断开了。等把纸条弄好后，再从我们电子设备上找来一节电池，然后把纸条的两头分别按压在电池的正负极，片刻间纸条的中间就会燃烧。这个办法真的是太实用了。现在接电线都在用这种防水焊吸环，先把它套在线上，接好线，再把它套在接头上，用打火机烤一烤就会收缩。两边的防水胶还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，中间的焊锡遇到高温就会和线融为一体，这样接线防水又牢固，还不用缠胶带。用温阳表测量电容的时候，不需要区分正负极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容，包括这个有极性的电容，还有这种无极性的电容，都是直接来测量。有一点呢，就是如果电容的容量大于50微法，就需要用用电设备给它放电。像这种小的电容，低于50微法的、30微法的这些呢，都可以直接短接放电。放电后呢，测量的时候啊，你来看，像这种电容都是有一个误差的。先看这个1.2微法的，它的容量呢是0.9微法，它的误差是正负5%，如果小于它的容量，就说明这个电容容量不足。这是一个 NTC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，常温下正常阻值，当有电流流过产生热量，温度上升，阻值就会减小。通过这种方式来抑制开机给电容充电时的冲击电流，保护整流桥二极管不被损坏。像这种废旧电池没电了，千万不要扔，还有大用处。我们可以把它拆开，主要就用这个东西，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来看，平时温阳表我们在更换电池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上面这个座给它弄坏了，那么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代替它，非常的好用。像这种2个档位的开关，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？我们首先把它先打到左边这个档位，然后呢测量这2个角，看一下导通不导通。如果像这样导通，就说明这个档位它是好的。然后把它再调到右边这个档位，测量左边这2个角，来看一下导通不。如果也是导通的，就说明这个档位它也是好的。怎么用温表测量家用电器是否漏电？所有的家电测量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首先，先把温表调到20兆欧的档位，然后呢，一支表笔接在插头中间这个地线上面，分别这个表笔测量这2端。如果温表是无穷大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说明它不漏电。如果它有阻值，它的阻值大于0.5兆欧，也说明它不漏电。如果低于0.5兆欧，就说明它是漏电的。